前文书说到，史上最大规模机器恐龙混战，各大第三方题材占尽。漫画线虽然冷门，却也有所争夺，但最终让铁工厂一套礼盒偷家成功，并一举让漫画粉丝投身小比例的怀抱。暗潮涌动之下，多少厂商还在虎视眈眈紧盯沙场。那么后续还有多少恐龙没做过？如今似乎只剩下那传说中的修罗王。我们曾在序言中聊到，孩之宝在引进 Dinosaur Robo 系列进入变形金刚 IP 时，对标产品便是当时霸天虎最强战力合体大力神。然而在80年代，我们那幼小的心灵中，每次看到大力神组合起来的时候，总会有所期盼着下一集的动画里，机器恐龙也能组合起来暴揍对手。但那时我们并不知道，动画只是为了卖玩具，而记忆玩具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合体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慢慢长大的我们渐渐认可了恐龙小队不合体的设定，儿时的念想却始终没有遗忘。本以为这是胡同里小伙伴间臆想的画面，谁曾想全世界胡同的小伙伴似乎都有过这个念想。造孽！修罗王的传说，这本是一部改编自狂兽在心的同人漫画，篇幅虽然不长，但自此修罗王终于在漫画上呈现，让长大的孩子们恐龙合体的念想有了归属。但玩具呢？官方曾经发售过一条 PCC 合体系列，其实说起来这条线我还觉得挺精彩。本体可变形，四肢为机械联动组合，只需一键插入即可变成手脚。这条线里最著名的恐怕就是那套恐龙合体，虽然它并不是我们印象中所认知的舞龙，虽然它的官方译名为钢石，但迷友们心照不宣的都称其为修罗王。谁在乎你官方起什么名儿？我们就这么一直认可了下来。就像北京那条步行街，人人都叫大石烂，当你望着街口的3个字喊出大栅栏时，只会让所有人对你投来异样的目光。孩之宝很固执，对于自己设定下的不能合体的恐龙，终究不想推翻。虽然大家都知道孩之宝的设定从来都是儿戏，于是老规矩，那些第三方又嗅到了商机，官方嘴硬不想承认的，第三方来承认。本来就在厂商争夺下已经没了什么题材，修罗王这不就是瞌睡送了个枕头吗？绝创率先在这场混战中发动奇袭，早早便在2015年初先发制人。那个年代有多早？ MMC、TFC、UT 还在冲云霄的混战中杀得不可开交， FT 的机器恐龙也仅仅只出了第2款的飞镖。在那个时代，绝创的淤泥一只大脚便踏入了疆土争夺中，这也是绝创这家厂商的第1款作品。虽说修罗王的组合遥遥无期，但当所有人看到实物的尺寸时，想必没有多少人不被震撼。绝创可谓一战成名，在那个第三方匮乏的年代，远不如如今见识的玩家都会被绝创的美型所折服。华丽的电镀大脚更是让人对最终合体浮想联翩，5XX的定价根本无法抵挡玩家的热情。要知道那个年代 MMC 冲云霄才卖不到500一盒。半年后，嚎叫也开始陆续上市，此时上款的淤泥已经开始涨价，2只大脚摆在那里确实唬人，虽说变形结构都非常一般，质量更是不敢恭维，但架不住它确实漂亮。传闻中绝创是做魔改机甲出身，所以美型这块肯定没有什么问题。加之玩家对合体恐龙的期待，嚎叫在上市后也开始逐步涨价，市面上当时已经接近8到900一只，竟还有逐步上升的趋势。一些老玩家开始顶不住退下阵来，但等等党们中也有坐不住的准备追高。当然早早公布的合体概念图总会挠得大家心里痒痒，也就在这个时期，绝创的名号开始越来越响。各大魔玩 UP 的推波助澜下，一度玩家都将修罗王的希望寄予绝创。而此时
佛山公共频道的一档纪录片也将绝创推向了更风光的大众视角。又是近半年后，钢索顺势归来，一大箱750块左右的售价，打开后瞬间惊呆。合体配件几乎占了箱子里一半的空间，巨大的合体胸甲几乎和钢索本体并无太大干系。如果说后来的 TW Zeta 的大裤衩大泳衣成为如今的谈资和现今合体风向标，回顾绝创钢索的大肚兜，这才是祖师爷级别的先驱者。全都是扯淡。期待合体的玩家开始丧失了信心，原先那个帅气的概念图，原来只是构建在巨大的配件下的美型修饰，这些也都放下不谈。这款钢索的质量更是达到令人发指。前两款本就因为产品质量口碑炸裂，在各方宣传下，毕竟大家对合体的期待还可以掩盖。但当玩家对合体的方式都绝望的时候，绝创钢索推出后，甚至一度让这家的产品开始滞销，大量的退订，二手市场各种的出坑，又让炒高的价格跌回谷底。我跳无情。到后面两只手的推出，飞镖和铁渣基本稳定在半年一发，单体的美型依旧在线，但变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。其实纵观整套绝创5楼，底层变形设计逻辑依旧是沿用 G1 的基础变形风格，在细节部分增加的美型零件，并增加了可动接地等关节。合体的话，基本是靠各种配件拼装起来，所以在结构上并无太多创新。但合体后巨大的重量压在并不靠谱的膝关节上时，牛顿的棺材板反复教导下，终将让这款修罗王显得极不稳定。况且这套处于当时主流比例交接28到38公分，已经不能满足恐龙合体的气魄。但绝创关节也好，锁定位置也好，如果是小一点的尺寸还不会很明显，接近45公分的尺寸，让那些细小的卡扣和链接的关节显得力不从心，拼一次断裂损坏的更是不在少数。此时的售后压力也逐渐增大，所有的预定玩家崩溃了，当初被合体效果震撼到的心也渐渐变凉。想出二手都十分困难的时期，绝创的糟心体验让这个品牌诞生后便饱受争议。2015到2016年，近3000售价的一套产品，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放在柜子里永久暂时吃灰。吃，你就知道吃，烦死了！但就算这样，1年后的绝创还是准备推出蓝色飞镖和铁渣作为限定版发售，但似乎后面也不见了什么波澜。做拼装模型出身的绝创，跻身于变形金刚的第三方市场。然而变形金刚本质上和造型机甲有着完全不同的设计理念，更何况那些合体拼装的零件和单体连杆的拼接，其实本质上还是拼装机甲的逻辑。绝创似乎并不明白，变形金刚第三方发展这么多年，一直卷的是结构设计功底，而并非单纯的外观美型。更何况他也没搞清楚，变形金刚的玩家是喜欢掰着变形玩的。那些塑料如果是做静态拼装模型，摆造型似乎并无大碍，当涉及到变形把玩，就完全支撑不住了。所以一发入魂的绝创在冲入变完圈的第一时间，还是在各大第三方混战即将大秀肌肉的时候，发售这么一套从本质就与变完圈完全背道而驰的作品，其后果可想而知。只能说绝创胆识过人，招招致命。但你练的是七伤拳，每一拳都用力过猛地砸向地面，只能对自己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。各大厂商也都在四周围观，绝创疯狂地向对手大展拳脚。他们该出货的出货，该设计的设计，大家都绕道很远，似乎并没人搭理他们。疯狂绞杀的战场上，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专门隔出一块空地，他们就这么孤孤单单地在空地里继续对决，挥舞着杀敌1000自损800的拳头。
绝创很自负，但也很可怜；他很自傲，但也很可笑。那套修罗王的投资成本绝非小数，但最后能不能收回成本都成了未知数。不过起码绝创也是一名探险者，他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探索变完圈的未来与机器恐龙的发展方向。当然，绝创并不孤单，因为与他结伴而行的还有那位昔日的劲敌，也是本次修罗王对决中唯一的对手。就算你我无法并肩第三方中的卧龙凤雏，那就让我们携手搅乱这个时代，不破不立，不乱不和。世人都只记得那些名留青史的军师丞相，他们有多少惊天伟地之才，却不记得拉开诸侯纷争序幕的李儒和乱国毒誓的贾诩，才是历史真正的推动者。要说这传说中的修罗王究竟给变完圈带来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们下完书喝杯茶慢慢谈。这里是新人 UP 少主林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太空桥底下说书的，记得关注、收藏、投币、转发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你喜欢变百科这个系列，就让它更加繁荣吧。